我穿越到了2000年，被警校退学后，开始卧底生涯，靠着黑吃黑快速崛起，左手搂大嫂，右手搭贵妇，江湖大哥谈之变色。陆成风，东州公安高专2000级侦查专业新生，高3时喜欢上了英语老师白姐，和人打架56场全胜。现在查实了，是你那个当校长的父亲把你这些劣迹隐瞒了下来的，档案造假得开除。领导，恳请您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机会吗？也不是没有。南江市强盛公司是一个典型的有组织犯罪团伙，老大桑大成身背数十条命案，甚至还与境外势力勾结。我们曾2次派卧底进去，都牺牲了，所以这次决定从新学警里选一个生面孔打进去。这选来选去，只有你劣迹斑斑符合条件。感谢政府给我机会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除恶务尽。韩黎明和温如玉对视了一眼，这么危险的任务，没想到这小子答应的这么爽快。陆成风，你听清楚了没？前面已经牺牲2名卧底了，任务极其艰巨危险，难道你不害怕吗？难道我该害怕吗？自从我穿上这身警服，我的世界里还允许有害怕2字吗？如果我们都害怕了，那老百姓怎么办？其实陆成风是一个重生者，前世他大学毕业进入情报系统，野海浮沉20年，眼前的这个任务对他来讲太简单了，甚至可以称之为低端局。韩处，卧底生存的4大黄金法则之第1条，比坏人更像坏人的卧底才是好卧底。所以我去的话尺度会比较大，可能会比较费人，您得有个心理准备，别到时候六亲不认，把我当犯罪分子干掉了。还整出什么黄金法则？你不会是本色出演吧？说啥呢，温老师，人家的心是红的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尺度可以放开一点，但是不能太开。拘留所有个叫老黑的混子，他是强盛公司老总桑大成的手下，我找个理由把你跟老黑关到一起，你借机获取他的信任，然后跟着他打入南疆，就这么办。嘿嘿，温如玉，我爱你。混账东西，放开他！高中暗恋女老师，大学调戏女班主任，劣迹连贯，逻辑通顺，现在可以开除我了。来人，学警陆成风公然耍流氓，即刻开除，依法行政拘留。进去给我老实点，有事呼叫管教。监舍里关着几个被行政拘留的人员，陆成风一眼就锁定了目标人物老黑。启开，没看到有人分进来了吗？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小子，很屌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成风。因为什么事进来的？调戏妇女。年纪轻轻不学好，知道这里的规矩吗？知道，我就是规矩。闻言，老黑直接惊呆了。弄他，注意别留外伤。一阵痛苦的哀嚎之后，所有的人都躺在了地上。你们都别惹我，我只想静静。第7天，老黑和陆成风同时被释放了出来。老弟，我看你这几天经常叹气，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跟哥说说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或许我能帮你一把也说不定呀。回不了家了，考上警校第10天就被开除了，哪还有脸回家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，要不你跟我去南疆浪几天，经济开放的前沿阵地，灯红酒绿，保证你玩得开心。正在这时，一辆车停在了2人面前。嘿哥，兄弟，别犹豫了，跟我走吧，哥让你知道什么叫成年人的精彩生活。那好吧。2个小时后，老黑带着陆成风来到了位于南江市城北与城南交界处的幸福浴场。给大家郑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陆成风，我在拘留所新收的小弟，把小桃带来，让小风开心一下，去晦气。不一会，小桃就来到了陆成风面前。兄弟，这是我最近从别的浴室挖过来的。谢了，黑哥。小桃看到这么帅的小伙，迷人的俏脸竟有些欣喜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吵闹声传来，几个人就冲上了3楼。都别动，否则我灭了你们老大！刀疤，你想干什么？敢挖我水中花的人，我还以为你能躲到拘留所一辈子呢。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看我今天晚上怎么收拾你！刀疤，你放开小桃，他是自愿来我这里上班的。老子今天就废了你，看你以后再敢挖我的人！城南刀疤哥是吧？为了避免你待会被我干掉，我强烈建议你立马跪下来磕头道歉。哦，对了，待会干你的人叫陆成风，脾气比较暴躁。你别惹他们。这小子是谁呀？他是新人不懂事，你有事冲我来。你们城北这帮人是越来越没用了，连高中生都往厂子里收。小子，你还是第一个敢在我城南刀疤面前自称脾气暴躁的人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暴躁。兄弟们，给我弄他！快逃！这小子太厉害了！不到2分钟，刀疤的手下全部逃之夭夭。我记住你了，你叫陆成风，你给我等着。老大收来的是常山赵子龙吗？好帅啊，好想跟他谈恋爱啊！不到夜里12点，
幸福浴场的事情就在南疆地下世界传开了。听说了没？城北老黑新收了个猛人，非常狠。我当时就在现场，我还以为看到郑伊健了，城南刀疤那些人都被他干跑了。我是侦查专业新生，被选中执行卧底任务，在拘留所结识老黑，或是后随老黑来到南疆市幸福浴场，遭遇城南刀疤闹事，我用超强实力击退对方。小峰，待会见了桑老板，一定要低调一点，踏出跺脚，南疆都得抖3抖，知道吗？只要你成了咱们强盛公司的人，在南疆就可以横着走。老大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峰，昨天一个人干倒了城南刀疤10几个人。下一秒，桑大成拎起面前的酒瓶，直接砸在了老黑的脑袋上。老大，怎么了？你眼瞎是吗？带个条子的卧底到我这里来。老大，他刚到警校10天就被开除了，警察怎么会派一个没经验的来？把他绑了沉江。随着桑大成话音落下，一个手下立刻来到了陆成风面前，拿出了一把枪，顶住了陆成风的脑门。跪下，桑老板，让你的手下把枪撤了，我不喜欢被盯着，怕伤了他。叫你跪下，听到没有？我说话你听不见是吧？陆成风说完，一脚踹在了保镖的肚子上，瞬间的剧痛让保镖坐在地上哀嚎了起来。另一名保镖正要上前，刀光一闪，陆成风的匕首直接插透对方的手腕，钉进墙里。这一幕把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还有人想上来动我吗？还真是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新人啊，或许可以一用。想投靠我桑大成，却又对我的保镖下这么重的手，谁给你的胆量？桑老板，我知道你有钱有势，你要是带着我发财过上好日子，我肯定心甘情愿叫你一声老大。但是你要干我的话，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强盛公司不收我，自然有人收我。这么猛的人要是被对手收走了，那不是亏大了？老大，我用我的命担保，他真的不可能是卧底。老黑，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推荐的人呢？刚才只是试探一下。陆成风老弟，请你不要见怪。陆成风转身要走，老弟请留步，干咱们这一行的，谨慎一点才能长寿一点。我很欣赏你的战斗力，从今天开始，幸福浴场就交给你管理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桑大成说完，示意了一下，手下拿过一台崭新的手机递给了陆成风。小小见面礼，不要嫌弃。离开酒店后，陆成风带着老黑赶往了幸福浴场。只见浴室的一个女技师被人打倒在了地上。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这是我们浴场的新任负责人，峰哥。峰哥，这2个人享受完技师的服务后，说技师态度不好，技术也不行，拒不付钱，还打了技师。你们为什么不打回去？峰哥，他们是外国人啊，身份不一样。不一样个毛！讲政治玩韬略那是老大们的事，咱们做小弟的遇到事了，直接上去干就完了，懂不？技师也是人，也有他的尊严。现在跪下给我的人磕头道歉，再拿10万赔偿费。哼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信不信我让你的浴场开不下去？峰哥，算了吧，干我们这行的受点委屈没关系，可不能欠累您。还想让我们跪？你们给我们跪才差不多。上集说到，老黑带我见桑大成，桑大成开始怀疑我是卧底打了老黑，后又因我的强悍身手改变态度，将幸福浴场交给我管理。浴场与外国客人打技师，我要求对方道歉赔偿，对方不服威胁。陆成风就拿起个烟灰缸，狠狠地砸了下去。你竟然敢对我们动手！下一秒，一记铁拳就砸在了对方的脸上，对方直接倒在了地上。都学会了没？以后遇到砸场子的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就给我这么打他。出了事由我顶着，把这2头猪关起来，让他们公司带钱来顶人，每人20万。陆成风说完就上楼了。老黑和几个小弟一脸茫然地看着陆成风的背影。3楼办公室，黑哥也不能全怪人家，咱们浴室的技师质量确实不怎么样，好的技师都被他们城南的人收罗走了。就昨晚陪你的那个小桃，还是看在老乡情分上被我挖来的。桑老板不是想看看我的实力吗？今天我去挑了水中花浴场，把他们的女技师都抢了。闻言，老黑吓了一跳，赶紧说道：小峰，我知道你想向老大证明自己，但是绝对不能冲动啊！城南可是上标的地盘，上标要是干你，桑老大怕是不会为了你跟上标撕破脸的。上标在城南还有哪些产业？赌场、高利贷公司，通过开赌场把赌客输得精光，然后骗赌客借高利贷。这么说来，上标应该很有钱。黑哥，你坚定了我搞城南的决心啊！咱这幸福浴场技术差，底子薄，只能靠黑吃黑啊！正在这时，陆成风的手机响了起来。陆成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连外国人都打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本来幸福浴场的生意就不好做，他们还想白嫖，我不干他们干谁？你懂个屁！他们是米亚环球贸易公司的人，他们的代表马上就来了，我也马上过去。
米亚环球贸易是国际性大公司，专做全球贸易。桑大成这么跪舔米亚环球，那证明我猜对了，他的生意恐怕很脏。走，我们下去迎接贵客。不一会儿，2辆车停在了浴室门口。丽萨小姐，实在抱歉，我手下有眼无珠，鲁莽粗鄙，我向您道歉。桑总，你手下是一群疯狗吗？新来的不懂规矩，都是我安排不当，还不派人把人家送去医院。陆成风笑了笑，看向了丽萨。根据前世的经验，任何一个在国内有头有脸的外企高层，都可能是对方情报部门的耳目，有的甚至直接隶属外国情报局，以商人身份为掩护，在国内开展情报工作，甚至策反工作。丽萨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原来是自家人。来人，把2位外国友人送医院。不一会儿，浴场的小弟将2个奄奄一息的人扶了出来。My God， 桑总，我对今天的事情很不高兴，凶手到底是谁？陆成风举了举手，人畜无害的笑道：“是我打的。”桑总，我要他的命！您的2个手下并没有生命危险，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？我让陆成风跪下给他们磕头道歉，完了再打断他2条腿，再赔点钱。No， 这个人必须得干掉。以儆效尤，如果你不干掉他，我断了你的财路，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。丽萨的能量你无法想象，南疆没人能惹得起他。现在他要你死，你说怎么办？桑老大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只能干掉你，你自己惹下了大麻烦，那就别怪我下手狠了。桑大成说完，朝着自己6个手下示意了一下，6个手下立刻围住了陆成风。桑老板，你确定就现在这几个人能干得头吗？如果我发起飙来的话，现场没人能活。桑大成一愣，陆成风在酒店爆发出的恐怖战斗力那可不是假的。一刹那，桑大成竟然有些犹豫了。我会让丽萨收回杀我的命令的，而且明晚12点之前，我让桑彪的厂子全部倒闭，我们强盛公司的浴场利润翻5倍。你派我来幸福浴场，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我替你干了。桑大成略显吃惊地看着陆成风。丧彪在城南兵强马壮，为人凶悍，连我都要忌惮他3分。这小子竟然这么自信，你是认真的？你也见识过我的实力了，我要干丧彪的话，他都没机会喊救命。老大，你就给峰哥一次机会吧，求你了，人才不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呀！桑大成在脑子里快速思索了一下，利用陆成风干掉丧彪，然后再把他做了向丽萨交差，2全其美。好，我给你24个小时，如果你能干掉丧彪，我替你向丽萨求情，还可以升你的职。那我谢谢桑老板了。到了晚上8点，陆成风来到了1楼。老大，你要出去吗？陆成风没有说话，看向了街对面丧彪的水中花浴场。挑了他。你一个人要硬吃人家，要不我从公司借点人来。不用，我自己就行。陆成风说完，就出门走向了对面。水中花浴场里的小弟们只听过陆成风这个名字，却没见过本人，所以陆成风的到来并没有引起浴场的注意。他来到了3楼，这里的女技师来回穿梭着，无论是颜值、身材还是年龄，都甩开自己的幸福浴场10条街，各个包厢都爆满，快乐的声音就像交响乐一般动人。生意真好啊！跑啊！警察来查房了！瞬间，顾客们纷纷恐后的从窗户跳了下去。快点跑啊！这家浴场已经被盯上了，以后可不能来了。抓到18辈祖宗的脸面可就丢光了。不到3分钟，所有客人跑得无影无踪，热闹的浴室瞬间变得空空荡荡。随后，一个满身纹身的带头大哥，江湖外号龙哥，带着几个小弟就把陆成风围了起来。谁看你来捣乱的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陆成风，强盛公司编外员工，今晚是来砸你们场子的。原来你就是城北那边新收的小弟陆成风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12头目2号人物汉龙，今晚认识你真的很幸运。幸运？对，张无忌战6大派的道理告诉我，要打就打最强的，刀疤不够强，体现不了我的战斗力。你这条死龙，不是死虫，或许可以起到一丢丢的侧面衬托作用。一个毫无地位的新人，竟然敢在我面前猖狂，我今天就教你怎么做人。龙哥气得脸都扭曲了，猛地带着凌冽的拳风打了过去。陆成风冷哼一声，左肩轻轻一晃，轻松躲过了龙哥的进攻。几乎同时，陆成风打出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勾拳，龙哥像是挺尸一般，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我这一脚踩下去的话，你们龙哥可就没命了。为了龙哥的健康，我建议大家别冲动。别，兄弟，昨晚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小桃我们不要了，现在你气也出了，差不多得了，丧彪哥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浴场经理一边说着软话，一边抬出丧彪吓唬陆成风。我这人记性大，一时半会消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把你们浴场的所有技师集中起来，带到我面前。快点，
哈哈哈，你先别冲动。不一会，总共20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被集中了起来，把她们全部送到幸福浴场。今天开始，你们水中花浴场关门停业。闻言，经理和现场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。小子，新人想上位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事情不是这么个干法，你就不怕我们刀哥剁了你？那是后话，你们现在不关门的话，龙哥就得嘎。陆成风的脚加大了力度，龙哥的身体立刻咔嚓咔嚓响了起来。哈哈哈，马上照办。但是今天这事，城南给你记下了。别给我废话了，马上把人给我送过去。不一会儿，20个技师被乖乖送到了幸福浴场。幸福浴场所有人看的眼都直了，老黑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，此时既是高兴，却也担忧。小风，你性子太急了点。城南上彪是个亡命徒，连我们桑老大对他都有所顾忌。你今晚这么明抢，怕是要出大事了。好了，端掉水中花浴场只是餐前开胃菜，热菜还没上呢。我有事出去了，今夜不回来了。强盛公司总部，桑大成的贴身手下跑来汇报：老大，刚才幸福浴场跟城南那边开战了，战果怎么样？陆成风一个人挑了人家的场子，还把人家的技师都弄过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丧彪的拜把砸龙，被他一拳就打昏在了地上。桑大成淡淡一笑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这我不意外，他的战斗力我看过，丧彪手下的12头目加起来恐怕都不是他对手。可是丧彪更狠啊，他的外号你懂的。万寿人，咱们这多年没跟他正面冲突，不就是没把握吗？陆成风挑了人家的场子，是把我们强盛公司强行绑上战车了。他不是还没正式加入我们强盛公司吗？再说了，他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在南疆，丽萨要谁死，谁都活不下去，包括你我。离开幸福浴场后，陆成风赶往了天歌大酒店。丽萨作为米国常驻商务代表，常年住在这家酒店。在路上，韩黎明的电话打了进来。陆成风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这才卧底几天，你打伤了那么多人，还真把幸福浴场当自己的事业在做了。我警告你不要过于过界，你到底有没有记在心里？韩处，这在哪到哪呀？还没正式开席就受不了了。对方是犯罪分子啊，他们玩的就是黄赌毒这些东西。大哥呀，我有我的黄金4法则，你放心。但是你现在闹得这么凶，让我压力很大。那就先顶着，我拿命再顶。你顶点压力，你跟我吼个锤子。陆成风根本不想多啰嗦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韩黎明握着电话直愣神，为什么有一种放龙入海的感觉？陆成风来到天歌大酒店，丽萨的房间门口，按了一下门铃。你来做什么？丽萨一看是陆成风，气呼呼地关上了房门。随后，陆成风一脚踹开了房门。我警告你，不要乱来。丽萨小姐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一点小礼品。对于今天白天的事，我感到十分抱歉。丽萨一巴掌拍掉了陆成风手上的礼物。谁稀罕你这低贱男人送的低贱礼物？请你立刻滚出我的房间！是桑大成，桑总派我来的，我是他的心腹，有一些关于强盛公司核心的事情，他让我向您汇报一下。桑大成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你说吧，说完赶紧滚出去。陆成风随手拿起桌上的2个杯子，递了一杯给丽萨。碰个杯吧，丽萨小姐，就当是今天的误会解除了。你一个强盛公司的新人，有什么资格跟我碰杯？有话快说，说完快滚。那好吧，那我就直入主题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陆成风云里雾里说了一大堆南疆市的形势，有真有假，有虚有实。丽萨听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。丽萨听得有些口渴，端起水杯喝了一口。看着这一幕，陆成风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。不一会儿，丽萨就感觉到了明显不对劲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还很热。陆成风，我的水，你竟然对我做小动作！话音刚落，陆成风就一把抱起了他。2个小时后，终于风平浪静。我们家族可是名流，你这个混蛋！突然，他掏出了一把枪，对准了陆成风。陆成风一把就将丽萨的手枪没收了。你干不掉我的，你中了一种成分非常复杂的毒，只有我能解。到底是什么毒？我为什么这么热？你快帮我想办法啊！想什么办法呀？你不是让桑大成干掉我吗？顿了，我立刻打电话给桑大成。他立刻拿出手机给桑大成打了过去，声称自己只是一时冲动，怎么处理自己的手下由他自己决定。第2天，丽萨，有件事我需要你帮个忙。我凭什么帮你？我恨你！你到底帮不帮？还想不想活命了？你说，你在南疆有关系吗？你问这个问题是在小看我，我们在东省的关系都很深厚。不需要那么强大的关系。桑彪跟我不对付，我希望利用你的人脉灭了他的生意。这个没问题，但是昨夜的事情你不能说出去，我不想让我的名誉毁了。我还有未婚夫呢，他的家族也是当地名流。先看你能不能帮我灭了桑彪再说吧。离开天歌大酒店后，陆成风回到了幸福浴场。老大，你可真牛啊！昨晚到现在，营业额翻了5番啊！所以按照你的能力，叫我一声大哥，不亏。就在这时，丧彪给老黑打来了电话。老黑，我告诉你，立刻通知你老大来喜临门大酒店，一刻钟给我赶到，否
否则我烧了你们的幸福浴场。丧彪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丧彪很愤怒，让你现在去喜临门大酒店。我现在过去打人小弟，抢人技师，砸人场子，以后还要端人家老巢，提前接触一下也好。可是我们人手不够，幸福浴场连我在内只有5个小弟，要么我问问桑老大，让强盛公司派点人过来。你觉得他会给吗？行了，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去。不行，我得陪着你。你不怕凶多吉少吗？你是我带进南疆的，我得为你负责。要是嘎，我也得嘎在你前面。陆成风叹了口气，老黑这个家伙能力平平，但是为人确实挺仗义。中午12点，喜临门大酒店，先别进去，按照我们老大的要求，先搜身。你什么身份？敢搜我的身？要搜叫你们老大亲自出来搜。丧彪的手下被打得敢怒不敢言，老子单刀赴会他都害怕的话，这南疆他也不用混了。什么城南半兽人，我看是城南小鹌鹑。陆成风说完，抬起大长腿，一脚踹开了包厢的门。所有人看到陆成风进屋的一刹那，恨不得生吞了他。彪哥，小风来了，这2天的事情有些误会。误会个屁！丧彪，以不讲武德。老黑一阵眩晕，直接趴在了地上。幸福浴场开在我对面也就算了，还敢撺掇一条野狗抢我技师，老黑，你的这笔账我待会再跟你算。说完，丧彪直接掏出一把黑5星，顶在了陆成风的脑门上。陆成风是吧？很能打是吧？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拳头快，还是老子的枪快？开枪吧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瞄准点，前脑进后脑出，掀开我的头盖骨，秒挂。丧彪有点吃惊了，年纪轻轻面对枪口竟然丝毫不眨眼。你就确定我不会开枪吗？可能会开，但不是现在。彪哥要是想干掉我，直接派人堵我就行了，不用光天化日约谈。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，彪哥今天是想跟我聊聊，做点交易，是不是？这小子还是有点脑子的，为什么搞我的水中花浴场？穷，想赚钱又没其他本事，只能靠拳头抢，谁有肉我就抢谁的。听到此话，丧彪大笑了起来。你倒是直截了当，我问你，你可知道你老大为什么派你管理幸福浴场？他看我能打，想给我机会，考验我，我不能让他失望，我要上位。老子明着告诉你吧，桑大成是把你当枪使，他是拿你当棋子在赌，赌你能干掉我，他坐收渔翁之利。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。你是个人才，我给你条路走，今夜24点之前，你能把桑大成做了，我聘你当我城南的副总，地位在12头目之上。我倒是挺想试试，但是我不一定能保证做得掉他。你干不掉他，我就干掉你。今晚他会在红枫别墅区的私宅里，你去把他做了，带着他的首级来城南见我。我试试吧。随后，陆成风扶起地上的老黑，直接离开。丧彪看着陆成风的背影，眼里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。在道上放出风去，就说陆成风跟我丧彪合作了，他要做了桑大成。彪哥，那不是走漏风声了？桑大成肯定就有防备了。你怎么知道陆成风一定会听咱的？我这是断他的后路。桑大成生性多疑，只要收到风声了，肯定得干他。这小子是个猛人，万一急了眼，真把桑大成做掉了呢？还是彪哥有套路啊！话说，万一他要真的做了桑大成，咱真让他管理浴场，给他股份吧。他公然挑我场子，抢我技师，打我兄弟，我能让他活？调人，今夜不管他能不能干掉桑大成，我都要做了他。这一天天的，进来啤酒瓶了。你说你非嚷嚷着跟过去干嘛？白挨一顿打不是？高端局你掺和不了，多搜罗点技师才是你的主责主业。正在这时，呜啦呜啦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丧彪从此要退出这一行了。没多久，城南每家浴场的大门都被贴上了封条。这是谁干的好事啊？我干的。这次丧彪肯定要狗急跳墙了，现在压力来到桑老板那边了，看他愿不愿意为我们扛事了。桑老板和丧彪都以为我是盘子里的瓜，他们是吃瓜的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瓜。丧彪收到了自己浴场被全部查封的消息，差点疯了。这是完全不讲武德，是断我财路不让我活啊！气急败坏的他立马拨通了桑大成的电话。老桑，你这是坏了江湖规矩，既然你不仁，那我也只好去局里举报你了，要完大家一起玩。陆成风这小子下手真是又黑又阴。阿彪啊，咱兄弟俩明争暗斗这么些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坏过规矩？以前没有，不代表现在没有。当年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我都没坏过规矩。现如今家大业大的，我有必要坏规矩吗？那帽子为什么突然冲我场子？最近谁跟你杠上了，那就是谁干的呗。桑大成说完，淡淡挂了电话。上当了，陆成风抄我的后路，马上摇人。陆成风，老子本来想给你个机会，你抓不住也就罢了，还跟我玩阴的。丧彪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哪怕我真的反水了，你就不卡我了吗？你说对了，我从头到尾就没准备让你活。丧彪，我劝你现在把人撤了，否则对你身体可不好。
小子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都给我上！老大，陆成风出事了。怎么说？丧彪带着好几百人在追他，目前已经进入到我们城北地盘了。倒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就在这时，老黑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混账东西，不知道敲门的吗？老大，丧彪在满城追陆成风，你得派人救他。他通过歪门邪道举报丧彪场子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今天这一步？怎么就没想到向我汇报？现在出事了，知道来求救了？小风那也是为了咱们集团的利益。老大，现在丧彪带着人都冲到咱们城北的地盘了，如果我们再不出手，怕是说不过去。老黑，不是我不调人帮忙，他陆成风要想上位，就得经历今晚这一劫，这是集团对他的考验。可是，不要可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此时，陆成风已经干倒了一帮人，冲出了巷子。都给我追！谁能拿下陆成风，我赏10万。上级说道。丧彪浴场被全部查封，他带百人围堵陆成风，陆成风干倒一帮人后逃走。韩黎明，昨夜南疆的事情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你还能不能干了？恩师，这件事说来话长。韩黎明硬着头皮将陆成风卧底的行动汇报给了恩师。战斗力这么强悍，长得怎么样？清秀帅气。恩师，你是要给他介绍对象吗？不是，最近情报系统那边要做一次贴靠，想跟我要个生面孔，我正在物色人选呢。帝都那边情报系统人才济济，随便选一个不就行了？最近他们系统出了点事，短期内没法派人执行贴靠工作。你的那个卧底我倒是有点兴趣，要么我对接情报系统，让他们派人来考察一下。恩师，既然你能对接情报系统，你不如帮我申请一名特勤过来，帮我们卧底到南疆。我那个卧底实在有些不靠谱，我已经不想用他了。我先跟他们对接看看吧。挂了恩师的电话后，韩黎明立刻拨通了陆成风的电话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孤独的疗伤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昨晚的事情叫我如何收场？大哥，卧底的前提是活下来，然后展现实力，否则怎么接近桑大成犯罪集团？那些混子实属社会脓疮，挤了也就挤了。那你也得给我收着点。韩处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你什么意思？昨晚闹的动静那么大，你们肯定要抓丧彪进去问话吧？废话，全城都知道是他的人在挥舞砍刀。我赌你们会24小时放人，如果24小时还不放人，算我输。应该不会放，但要是放了呢？那我会灭了他，然后拿下城南，成为南疆大佬之一。陆成风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接着给老黑打了过去。老大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老大，我挺对不起你的，本来带你来南疆想跟着桑老板吃香的喝辣的，却没想到桑老板他顾虑太多。你不懂人心的险恶。我问你，你现在能调得出20个人吗？20个调是可以调的，但是那根本不够对付丧彪。老黑，我可告诉你，一定要给我调来。大用场，你以后能不能当南疆的大佬，就看这一出了。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我可是受害者啊！你们不缉拿凶手，抓我干啥？丧彪，那些家属跪在外面太不像话，你下个令，让他们先回家。长官，那么多人受伤了，你们不把陆成风缉拿归案，他们是不会撤的。你们要是有证据就拘我，没证据快放人。城南郊区一个独立的3层楼小院。嫂子，我是彪哥的手下，你跟彪哥的结婚纪念日快要到了，他让我把话送来。这个死鬼，一天到晚在外面不归家，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日子呢。突然，陆成风掏出一把枪。嫂子，别喊人，别反抗，否则容易走火。你知道我男人是谁吗？敢拿枪顶我？别废话，进去。晚上，丧彪回到家里，老婆和儿子都被绑了。彪哥，晚上好呀。你敢绑我的老婆儿子？这一枪是提醒你，今晚对我说话要恭敬一点。我这人脾气不太好，枪法也不准。丧彪吓得脸色惨白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碰到了一个真正的疯子。彪哥这些年赚了不少钱吧？把家里的存折、黄金、珠宝什么的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。2楼保险柜，密码是952311。不一会，手下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，10张存折，金条50根。彪哥，当城南老大这么久，就赚了这么多钱，你不实诚啊？老弟，真的都在这里了。门口花园下。上级说道。韩黎明因南疆之事被指责，陆成风来到丧彪家，绑了丧彪的老婆和儿子。老弟，我的钱全给你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随后，大火熊熊燃烧了起来，吞噬了罪恶的一切。老大，陆成风击败丧彪了，现在看来他肯定不是卧底了。我知道了，安排饭局，我要见他。第二天，陆成风走进了水中花浴场。陆成风，你还敢上门？阿龙，你老大已经不在了，你带着小弟们跟我吧。丧彪是我拜把子兄弟，兄弟们做了陆成风。你小时候妈妈离家出走，爸爸天天赌钱不归家，是你奶奶一手把你带大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兄弟现在正陪着你奶奶呢，给他老人家劈柴、挑水，老人家开心的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。
看到手机里的一幕，龙哥的嘴唇剧烈的抖动了起来。这么激动干嘛？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呀，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。陆成风，江湖事归江湖事，祸不及家人。放屁，你说了算吗？良禽择木而栖，论能打，丧彪比我差了10万8千里；论智商，丧彪比我差了20万8千里；论正义，丧彪比我差了30万8千里。我的手腕你们也看到了，跟着我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扑通，阿龙彻底崩溃，跪在了地上。老大，我们跟你。很好，正确的选择往往比努力更加重要。陆成风顺利完成收编，丧彪的所有赌场被关闭，高利贷公司被注销，所有欠丧彪高利贷的都被免除了债务。峰哥，丧彪的所有厂子都改成洗浴中心了，他是新来的，放不开，你看看。陆成风心头瞬间一震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招聘来的，他叫冷凝，有问题吗？眼前这个女人正是陆成风前世在情报系统的首席教官，前世陆成风就跟着冷凝学习具体情报业务。他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南疆？为什么要卧底到我的厂子里当技师？瞎了眼了吗？敢挡我的道？但是转瞬，公子哥就被冷凝吸引住了。早就听说城南浴场的女人漂亮，果然倾国倾城。今天陪我，她是我的女人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城西陈公子，老黑。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得要。这是我们老大陆成风。陆成风又怎么样？不就是一个开洗浴中心的吗？陈公子，我刚才说了，她是我的女人，跪下道歉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让我下跪！话音落下，就被陆成风踹翻在了地上。你爸很牛是吧？他没教过你什么叫礼貌是吧？在你的厂子里你就仗势欺人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城西弄定你了。你在我厂子里闹事，我教训你一下，算不上仗势欺人吧？改天我到你城西的地盘上教训你一家老小，那才叫仗势欺人。我回去等着吧。上集说到，陆成风击败丧彪后收编其手下，前世教官冷凝成为洗浴中心技师，城西陈公子看中冷凝，被陆成风拒绝并踹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罩着你，保证没人敢动你。兄弟们，喊大嫂！大嫂！陆成风怎么突然就来这么一出？难道我露出什么破绽了？不可能啊，我不是什么大嫂。你就是我的女人，以后就是他们的大嫂。老大，商总说今晚在贵宾楼请你吃饭。我早料到了，知道他为什么要请客吗？当然是庆祝你灭了丧彪，终于得到他的认可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大，路上堵车，晚点了。陆成风，你现在打下城南的地盘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？连老大的饭局你都敢迟到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你耳朵聋吗？我耳朵不聋，你可能会聋。小峰刚到集团1个星期，就为我们强盛集团打下了城南，为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按照公司规定，他可以拿10%的管理费。我今天破个例，让他单独管理城南，拿20%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小峰担任公司中层部门经理。按照常规卧底操作，陆成风应该向桑大成俯首称臣，然后逐步获得他的心源，最后把他犯罪链条摸清。但是桑大成是什么人？狡黠奸诈，阴冷无情，没个3-5年是不会轻易信任陆成风的。桑老板，你说我现在坐镇城南应该是什么感受？应该感谢你呢，还是应该记恨你呢？那晚丧彪满城追杀你，我没派人出来救你，你肯定有想法，这很正常。但是我那也是为你好，没有那一战，你哪有足够的荣耀一步登顶到公司中层位置呢？其他人怎么服你是不是？这样吧，为了你弥补你心里的不爽，我再让一步，城南你拿30%，怎么样？闻言，陆成风放声狂笑了起来。不怎么样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城南是我一个人打下来的，你没派1兵1卒支援我，连一把水果刀都没给我，城南理所应当100%归我。那你今天还来谈什么？当然要谈，我今天来主要是想问问城北能不能向我城南上交50%。陆成风，我现在就干掉你！单挑还是一起上，随你们便，我保证让你们活着走不出这扇门。所有人都退出去，我跟陆成风单独说几句话。现在这里没旁人了，那我就跟你撂个底。今晚叫你来，其实也不是真的要你城南的地盘，只是想试一下你的心计，看看你愿不愿意追随强盛公司。其实我也有句心里话要跟你讲，哪怕那晚你派人全力救我了，我也不会把城南交给你。再见。丧彪的家产都在这儿了。韩黎明和温如玉2个人也都看得直了。听力严重缺经费吧，够过上好几年的好日子了。我的天，这么多，你没私自节流吧？我去，我们之间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？我让你接近桑大成，你跟他掀桌子了，还怎么卧底？等桑大成信任我了，你恐怕都退休了，甚至去世了。怎么说话呢？你现在把他得罪了，以后还怎么接近他查线索？你不要着急，别看我现在跟他闹翻了，只要我握住了那块巨大的蛋糕，他会跪下来求我跟他拜把子。那块巨大的蛋糕是什么？
不能说，说了怕你心脏受不了。你等结果就行了。你留意内部动向，谁抓我抓的最跳，谁就是桑大城的保护伞之一。我事先说明，你要是被抓进去了，我可没法直接救你。有人会救我的，放心吧。这2天生意怎么样？日进斗金。很好，你们给我记住了，毒和赌绝对不能碰。强盛公司那边有什么动静没？没动静，估计都被风克里镇住了。没动静就是大动静。正在这时，市局2号人物王光明亲自带队走了进来。陆成风，我怀疑你涉嫌犯罪，跟我回去协助调查吧。是桑大成让你来抓我的吧？是法律让我来抓你的。明天是桑大成桑总的生日，而你的命就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丧彪手下那么多人受伤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我警告你，不要污蔑一个无好市民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你没做，那为什么会给每个受伤者那么多钱？我乐善好施，爱心泛滥，不可以吗？我还准备给你家也送上一瓶呢。你敢威胁我？既然这样，我闭嘴。我的律师来之前，我是不会说一句话的。那恐怕由不得你。第2天，陆成风依然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。陆成风，你是准备对抗到底了吗？我说过，我是良好市民，你会为今天的行为向我道歉的。道歉？你疯了吧？我看你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正在这时，南江警长秦为民走了进来。把他放了吧。王光明吃惊地看着秦为民。放了？他可是重大嫌犯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王光明不敢造次。你可以滚了，但是我劝你一句，夹起尾巴做人，我还会继续搜集你的犯罪证据的。王光明气呼呼地陪着陆成风走出了大门，到了门口一看，王光明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城南12头目一身西装，恭敬地站在那里，在他们的身后起码站了上百号人。我的牌面怎么样？我是兵，你是贼，不要以为你躲得过初1，就能躲得过15。如果你真是兵，我不介意，可惜你不是。所有人看得直接张大了嘴巴。你敢动我？没让你跪下道歉，已经算是给你留点颜面了。这一下既是打你，也是打给桑大成看的。有脾气你也给我忍着。你不想半路上突然横着冲出来一辆大货车吧？这不是小峰兄弟吗？这2天没受什么苦头吧？苦头是受了一点，这不也是拜桑老板所赐吗？听说桑老板今天是50寿辰，我也投报列，给桑总送上一份生日祝福。来人，上列。随着陆成风话音落下，竟然播放起了哀乐，一个手下直接送来了花圈。你们城南是来搞事是吧？搞事情又怎么样？有本事动我呀！都别动！桑大成吼吼一声，全场安静。桑老板，现在是在你的地盘，你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已经打上门了，掀桌子呗。正在这时，一个50岁左右，看起来特别壮实的男人走了过来。陆成风也不看看大成街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下你来撒野吗？罗汉，桑大成的结拜兄弟，排名老大，当年跟桑大成和另外2个结拜兄弟并称南疆4大金刚。老三，我现在就剁了这个小杂碎。老大别急，现在压在桑大成心头最大的石头，其实是陆成风背后的靠山。他担心中了陆成风的圈套，把自己弄进去。陆成风，你的气也撒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当然得走，不过临走之前，我要劝桑老板一句，年纪大了，该让位就让位，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。陆成风说完，就嚣张地离开了。老三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脾气这么好了？老大，1对1，你有没有把我弄死他？出道这么多年，你还不懂我？谁能从我刀下面活命？好，那就暗杀。半个小时，陆成风带着冷凝来到了东方明都的房子里。刚进家门的一刹那，陆成风和冷凝就嗅到了一丝杀机。不要躲了，出来吧。话音刚落，只见罗汉走了出来。罗汉叔，你大半夜躲在我家里，是想偷听我们小夫妻亲热吗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太不正经了吧？罗汉本来想等着陆成风和冷凝欲罢不能的时候突然出手击杀的，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。陆成风，城北会把你碎尸万段的，包括你的女人。那咱们就看看谁先打。陆成风说完就打电话通知了老黑，不到10分钟，老黑就带人赶了过来，把他带到江边的废弃工厂。陆成风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强盛公司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给我打！对了，别往致命的地方打，人家可是桑大成的拜把子兄弟。此时此刻，冷凝站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这个丧心病狂的人物不除掉，绝对是一大祸害。第2天，罗汉已经完全废了，像是一只受伤的蝙蝠趴在地上蠕动着。他第一次体会到，原来痛痛快快的死是那么的奢侈。还有一口气，撑不了多久了，抓紧把它交还给桑大成吧，凉了的话显得不尊重人。说完，陆成风看向了刀疤。刀疤，这里有个笼子，还有一桶汽油，你选哪样？用笼子装起来送给桑大成吧。我问的是你自己选哪样。刀疤惊恐地看向陆成风。老大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刀疤，我昨晚为什么当众说我要住东方明都？回来的一路上，只有你心不在焉，还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用了电话。我应该没冤枉你吧？
老大，我对你忠心耿耿，绝没出卖你。看来你想跟罗汉一样了，给我收拾他，3天3夜之内不能让他断气。老大，我错了。如果道歉有用，那还要我陆成风做什么？沉江吧。大叔，我的天哪！正在桑大成抹眼泪之际，他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桑老板，听说您的拜把子兄弟罗汉出事了呀，我感到很震惊啊。我罗汉叔他还好吧？陆成风，他挨了多少下？弄他的人肯定会百倍千倍遭遇变的。昨晚我罗汉叔还活蹦乱跳的，音容笑貌依稀可见。不好意思啊，请允许我不厚道的笑一下，拜拜，您节哀顺变。